但我觉得那本书不是对外汉语的教材，它就是给中国小孩。对，晒完被子了。今天在这个南锣附近的一个咖啡馆。对。大家好，我叫阿里汉德罗，来自南美洲哥伦比亚，本科硕士都在西班牙读的，然后就在西班牙认识了佳琪。对，我们当时在西班牙读的是中西翻译。中西翻译，对。对对对。当时都在巴塞罗那。对，然后这位呢毕业了，我呢辍学了。所以你来说一下你是怎么开始学中文的吧。好，我刚开始的时候才13岁，当时我是初中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学校合作的一个大学吧，就是刚开了一个中文班，因为要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嘛，因为当时好像就是学生还不够，给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一个折扣，然后我就这样开始，后来就是慢慢的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学校就是和孔子学院合作的一个学校，所以他们的那些来中国的项目还挺多的。我记得就是第一年他们就举办了这个汉语桥，然后汉语桥就是在中国举行的，当时他们就是要选一些哥伦比亚当地的学生来参加这个电视节目。对。我小时候是看汉语桥长大的。没有。我是。不是啊，你是吗？没有。骗子，你这个骗子。那个时候刚学中文的第一年就来了北京，然后当时还去了云南，因为就是在云南举行的嘛，节目就是认识了很多在学中文的朋友，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有这个动力嘛，就是继续学习的动力。第二年我又来了一次，就是可能觉得第一次玩的不够，所以第二次还要来。然后后面就是我在那个孔子学院毕业了，然后高中也毕业了，那年刚好有一个就是这个孔子学院这样学金，然后也来到中国了，住了半年啊，在半年的时间就是去了好地方玩，就还挺喜欢中国的生活，至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种留学生的生活比较轻松嘛。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一个母语者，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体会不到就是学中文的人比如说在学声调的时候或者学汉字的时候有多痛苦。你觉得痛苦吗？我觉得很痛苦。刚学个生词的时候你想用，有的时候还用错。就给大家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中文有一个说法，就是形容一个就是非常勤劳的一个人，可以说就是他这个人吃苦耐劳。刚学的时候就是记错了，你记得是说成了吃苦耐劳。吃苦耐劳。我不知道你在 ins 上有没有关注李灿，他是一个教中文的老师，然后他有做过一期节目，他就说如果你讲中文你不会说知吃失之有没有关系，然后他说如果你不会发滋吃丝之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的声调讲对了，大家就可以听懂。OK。 好像是这样的。对，那你对就是学声调或者汉字啊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我觉得学声调有很多办法，对吧？比如说之前看了一个就是学中文的一个英国人的视频，然后在那个视频里讲的是你要模仿中国人就是怎么发的声调，然后他说发这个声调的时候他们的头也会咬，对吧？然后他说如果你发这个音频嘛，就是第一声就是会这样的，因为就是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横对，这个阳平第二声也是就是你把头抬起来这样子。然后上声第三声也是要也往这边咬起来。反正我当时还不相信这个说法，后来就是开始关注，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用你的脑子然后去想是哪个声调，感觉很抽象。但是如果你用肢体语言，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是这样子啊。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外国人学中文的一个视频嘛， Okay. 就是我叫大卫，我来自加拿大。差不多就是这种，差不多是这种感觉。那汉字呢？汉字更难。我觉得你只能按照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逻辑来背，你要写很多次，对吧？写错了就发现自己写错了，还要再来一次，从头来。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就是更好的记住，对吧？因为当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下一次你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对对对。如果要推荐教材的话，我就给大家推荐2本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对吧？因为它有第1本、第2本、第3本啊，都非常好。然后每一本书的这个级别都会跳起来，就是难度会越来越难。第1本它就是介绍这个课文的时候，就是写着汉字、拼音，然后拼音上面还有声调。第2本教材没有拼音，只有声调和汉字。最后一个教材就是这个第3，它只有汉字，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按照理论，按照就是这个学习的进度，你到了这个第3本书，一定要学会汉字，一定要记住一些比较基础的汉字。然后我还想给大家推荐这本，其实不算教材，因为它主要是介绍一些汉字，对吧？通过一些形象的方法，让大家就是更好的记住这个汉字。我忽然想起来另外一本书，就是好像叫小象什么汉字是画出来的，但我觉得那本书不是对外汉语的教材，它就是给中国小孩。我觉得自学挺难的。是的，是的。蚊子，有蚊子。北京的蚊子。这11月份还有蚊子。蚊子，蚊子，我靠！不管你是自学还是怎么样，我感觉你都需要一个人，不管是从母语者的角度，还是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历程，或者你有哪儿说的不对的。对，因为要不然你可能很多东西自己还是意识不到。你也不一定要有一个老师，但是你要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可以是你的男朋友，可以是你的女朋友。这说还可以。对，可以是你的中国朋友，就是但是一定要有一个人能够来时刻的纠正你。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说这个语言的石化现象，可能你如果不停的一直去犯同一个错误，然后以后它出现了这个石化现象之后是很难去把它改掉的。所以如果你从刚刚开始学语言的时候，如果你能有一个导师，然后来告诉你哪里说的不对，我觉得就会给你省掉很多的事儿。以后我在学西班牙语的时候也有发现，我刚刚开始说的时候我是在翻译，就是我在我的脑子里面把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后来我开始就是有足够的那个输入之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是这么说话的。对，就是你要去注意到对别人是怎么讲的。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就是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就直接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意识到这个母语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句子结构，他在什么时候用这个词，不只是听，而是有意识的去听。对。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开始吧。你来吧，我觉得你比我懂，你比我懂茶。小笼包可以倒一点，来点。碧螺春，我都没有喝过碧螺春。没喝过吗？没有。不吹吗？
跟水一样啊。一边喝茶一边问一下，你对中国有什么感觉？其实从整体来看，我觉得还不太好说嘛，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方面吧。我觉得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就反正我自己觉得长期在中国的话，就是有点家的感觉。第二个家吗？你觉得？对，第二个家的感觉。西班牙呢？这个是好问题，到底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第二个家，反正都差不多。差不多。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个中国的地方吧，是哪？中国好看的地方非常多，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还是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北京吗？我上次 ins 上面发了一个说北京雾霾的视频，我被北京人骂得很惨，你知道吗？我不光被北京人骂得惨，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在北京住了很久的外国人也不喜欢我说的，就是那种他们说谢谢你给你的西方观众者一种北京特别糟糕的一个印象。对，但是我觉得我对北京的感觉是爱恨交加。因为确实很多年就生活在北京嘛。我大学在这边上的，我家也在这边，然后我也是出生在北京，所以肯定是有感情吧。但是同时又觉得北京的节奏太快了。确实，我也感觉到北京的节奏太快了。对对对，而且我们都没有在北京一家公司里面上班。我是算是个体户，然后你算是学生，所以还没有真正的进到那个北京打工人的那一队伍里面去。再一个，我觉得还是空气的问题吧，我很不喜欢就是北京的空气，确实比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多了。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来过北京？差不多15年的时候来的北京，确实遇到就是雾霾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当时也觉得受不了，现在还是受不了。我一般现在出门就是如果是雾霾天，我就是都会戴这种口罩，还戴一个这个阀门。然后但是现在因为疫情中国都不卖这种口罩了。对，这是我疫情之前买的，但是还挺管用。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我真的就是如果雾霾天我出去我不戴它我会咳嗽，但是我戴上它就好了。第三个方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疫情后的一些习惯。不要说了吧。观众是哪里？逼不。下一个问题，所以你对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人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比如说在文化方面、饮食方面、交流方面。我们学中文的朋友们肯定接触过一句话，就是这个入乡随俗。所以我觉得就是到中国一定要入乡随俗，就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一切。我觉得心里要做好准备，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可能会跟你的国家不一样，对吧？对，然后我有的一些学生可能准备要来中国的时候，他会觉得那我要去哪个城市，对吗？对，我感觉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路线，可能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北京和上海是两个比较就像两个过渡的城市一样。对吗？因为你可以跟外国人在这儿有交流，你也可以跟当地人交流。对，所以你不会说一下子比如说你跑到陕西去，你会一下子有一句话叫找不到北，对吗？因为陕西人说陕西话，所以可能对你学的普通话也没有用。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能你可以从选择现在北京或者深圳啊、上海啊这些稍微就是国际化一点的城市开始，然后你后面你可以去旅游嘛。对，比如说你可能旅游的时候发现我特别喜欢比如说另外一个城市，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然后那样我觉得可能冲击可能会小一点。是的。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喜欢挑战，你可以直接去挑战一下陕西。对，河南也可以。然后我觉得
就比如说，因为很多学中文的朋友们都是刚开始嘛，或者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来中国的时候说中文不要害怕，对吧？可能你第一次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紧张，但是一旦紧张，不要害怕，尽量把你想表达的想法都说出来。人家也会。而且你说了，你才会有进步的可能性嘛。对吗？对，因为你之前可能学的，你都是跟老师学的，中文老师讲的中文，可能口音会很少，就是比较标准一点，而且说的比较慢，每一句话都说的比较清楚，很少会有吞音或者吞字的。对，这个习惯，比如说像或者，一般我都会说或者那个。对。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今天。今儿明儿，但是这个可能是北京用的多一点。对，今儿明儿，西式啊。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是那个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最后一个问题了吧，就是你这次来讲一下你这次来中国的这个历程吧，你的旅行。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呢，因为现在就每一个国家来中国的历程还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如果在欧洲或者美国或者中国附近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什么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可能来中国会比较方便，因为都有直飞的航班。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在拉丁美洲或者在北非的一些国家，就是没有这种直飞到中国的航班。因为我是从哥伦比亚飞到中国，所以这个历程比较复杂。首先你要知道，你要找一个就是有直飞到中国的中转国家，对吧？我的话选了西班牙，因为我比较了解西班牙，然后就是可能知道从西班牙到中国还有哪些步骤，对吧？然后我的历程就是这样子。大家要清楚的就是就是你飞到这个中转国家之前，你要提前48小时和24小时以前就是做2次核酸。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哥伦比亚到了西班牙，你要在西班牙停留2天的时间。对，然后在这2天的时间，你要每天做1次核酸，对吗？对。但是在你去这个中转国家之前，你还要做2次核酸。2次核酸，但是不是每一个机构都可以吧？不是随便一个医院都可以。现在看国家，但是至少在哥伦比亚、在西班牙，基本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对。但是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核酸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因为在国外很少做核酸嘛。然后有的医院就是会把这个结果72小时之后再出来，所以可能这样可能不太方便。这么长时间？对，都有48小时或者72小时之后再出结果的，就是正常的情况。所以你可能要找那种比较加急的这种服务。对。然后你觉得签证好申请吗？签证呢，因为2个月前刚开放了学生签证，所以至少学生签证比较好申请。你只要有学生的这个就是录取通知书和另外一个表格，就是叫那个 FW 什么202，好像叫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对吧？可能申请这个工作居留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工作签。对，因为工作签你还要一个，就是你除了这个工作合同，他们还会要求一系列的文件，比如说这个银行流水之类的，就是涉及到财务的文件。学生签不用流水吗？学生签不用。至少现在不用，所以大家赶快来。那还不错。然后所以你到了中国之后，你的这个隔离这个是非常好问题。因为我买机票的时候买到就是从西班牙到北京的机票，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航班会在
北京入境，所以我的飞机就是到了天津，然后隔离酒店就在天津，隔离10天，对吧？理论上你要隔离7天，再加上3天，就是在自己家里就自己住的地方隔离7+3。但是现在可能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可能会隔离10天这样子。主要是因为你的目的地是北京。对，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其他的城市，那肯定只要隔离7天就可以了。对，你隔离7天就可以，然后剩下那3天你是回到你的目的地去隔离的，继续在家里面隔离。对，费用呢？费用很高，超高。就是现在来中国的机票大概都在1万到6万、7万左右一次。就是不准，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确实，市场很不稳定啊，现在。对。所以大家看到这种3万4万的飞机都是属于正常的价格。对，所以你不说的话，蚊子还有蚊子。En plena cámara, pero bueno, aquí estamos. 隔离的费用呢？隔离的费用大概在400到600块钱一天。对，人民币还是挺贵的哈。我隔离的时候，我回来在福州隔离的，我是200块钱左右。200块钱一天，对，可能还不到，可能一天150。那都可能福州比较便宜。福州比较便宜，确实很便宜。对，天津也属于直辖市嘛，所以肯定会更贵一点。好，我们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所以如果你们关于我们今天说的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对，我们会尽量给大家解答，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下周见。Aquí viene publicidad. 这是为什么？No te pones nerviosa cuando vas a poner a promocionar. Sí, es que me pasa eso. 这就是老师的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老师的意义，对吧？因为当你要学习这种语言的规则的时候，你不能随便说，因为都是有规则的。这就是老师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跟我们一起学习？